每到深夜，健身器材上就会吊着一個怪東西，來回搖晃，看着像人，但又看不出腿在哪。大家決定白天再來，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媽倒掛在上面，一動不動。小哥壯着膽子上前查看，大媽一句安寧哈撒喲，嚇得小哥連連後退。大媽說自己在鍛鍊而已，問他多大年紀了，大媽說也沒很大，今年72，每天都要倒立5個小時，說這種倒掛方式能鍛鍊全身，說着就展示了一遍，動作行雲流水，這把旁邊的大媽都看傻了。小哥欠欠地問有沒有嘗試過這種鍛鍊方式，大媽露出了一副關懷智障的眼神。大家找來4個小伙子和他 PK， 小伙子們信誓旦旦，根本不把大媽放在眼裡。比賽才過了1分鐘，有人就雙腿不停顫抖，很快败下陣來，另一個還可以，足足堅持了2分鐘才繳械投降，只有大媽還在一動不動地掛着，顯得十分輕鬆。剩下的2個小伙繼續挑戰，沒過2分鐘也放棄了。即使在家裡，大媽也不會停止鍛鍊，就這樣倒立看電視。一旁的老伴已經見怪不怪了，做菜吃飯也要時刻劈叉來鍛鍊柔韌度，甚至在他70歲的那年還得到了瑜伽教練的證書，真的是有夠瘋狂。小伙脫掉上衣，所有人都匪夷所思地看着他，大媽還忍不住上手摸了又摸，只因他背上長了一顆巨大的黑痣，從脖子一直延續到後背，上面長滿了毛髮，又粗又硬，就像穿了一件黑色毛衣。等他回家脫掉上衣，才看清這顆黑痣的全貌，整個後背都被黑痣覆蓋，比想象的還要大。不僅如此，連腿上也有無數顆黑痣。但小哥一句是不是很酷，讓大家都覺得很意外。他並沒有因此自卑，雖然走到哪都是別人議論的焦點，別人的指指點點，小哥並不在意，還主動讓人摸摸看，滿足他們的好奇心。然而小時候卻不是這樣的，上學時一直遭到同學嘲笑，都說他是個怪胎，給他起了很多外號，這讓他很自卑。父親一直鼓勵他要積極的生活，既然無法改變現狀，首先自己就要接納不完美的自己，讓內心充满正能量，不要在意別人異樣的眼光。從那之後，他就開始大方展示自己的與眾不同。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廚師，現在每天都會下廚練習烹飪，等媽媽下班回家，總能準備好一桌豐盛的晚餐。네가 해니까 맛있네. 당연가요. 앞으로 내가 해야 될 게 뭔가인데. 但媽媽總覺得對兒子虧欠太多。丈夫去世後，家裡一直並不富裕，沒條件給兒子看病，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，兒子卻沒有任何抱怨，這讓他更內疚。不過呢，節目組就是大氣，直接帶小哥來到大醫院。初步檢查後，醫生表示黑痣一直在生長，現在要先確定黑痣是否病變，接着又進行了一番全面檢查。醫生給出的結論是，黑痣可以慢慢的逐步去除。這下小哥對生活更加充滿了希望。不管怎樣，小哥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，保持樂觀的心態最重要。他天生就有2個胃，吃自助餐盤子都能堆到天花板，但這僅僅只是開胃菜。接着來到路邊攤，又吃掉了20個壽司，這樣下來午餐就算吃完了。回到公司直接就衝進了廁所，說自己消化快，一天就要拉8次，放屁都比別人臭。下班後他直接鑽進了一家烤肉店，先要了10斤五花肉墊墊肚子，烤到滋滋冒油，一次加上3塊，一口就吞了下去，很快10斤肉就進肚子了，現在感覺有6分飽了。回家又趕緊做了一盆辣醬拌飯，還加了1管芥末，說自己完全感覺不到辣。小哥表示之所以這麼能吃呢，是因為自己天生就有2個胃，這怎麼可能呢？大家帶他來到醫院，醫生也不信，說從沒聽說過有2個胃的人。接着給他做了胃鏡檢查，醫生的表情逐漸嚴肅起來，看起來他的胃確實和正常人不一樣，好像真的有2個胃。接着又推他照 CT， 觀察他的消化過程。當他吃下東西，胃部很快凸出來一大塊。經過仔細分析，醫生表示其實他並沒有2個胃，只是他長期暴飲暴食，胃被撐大了1倍而已。為了健康必須要控制飲食，小哥也表示會慢慢改變飲食習慣。之後他就做起了美食博主，給大家傳遞起了健康的飲食理念。他每次吃飯都往沒人吃的空碗裡不停加菜，還一直說着多吃點。記者看得一臉迷惑，男人說這是奶奶的位置，他正在屋裡睡覺。來到臥室一看，奶奶竟然是一具乾屍，但家人卻堅持認為奶奶並沒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說13年前奶奶就咽氣了，身體卻沒有腐爛，甚至散發出淡淡清香。雖然看起來好像一具乾屍，但血管清晰可見，一顆痣上面的毛髮還在長長，指甲也還在生長。他們甚至要定期給奶奶剪指甲，所以家人都覺得奶奶沒有死，只是一覺睡了13年而已。在奶奶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呢？據孫子介紹，奶奶是13年前突發急性肺炎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況下，不僅瘋狂吐出黑色液體，還出現了異常排便的現象。有多異常呢？孫子形象地描述說，排泄物呈現噴湧狀，呼呼地往外噴，噴出了16斤棕褐色的排泄物，接着就斷氣了。可奇怪的是，體溫在24小時內沒有下降，身體也不僵硬，除了沒有氣息外，沒有任何死亡的症狀。而且孫子清晰地記得奶奶臨死前對他說的話：我要睡覺了，別打擾我。於是家人直接把奶奶接回了家，慢慢就變成了類似乾屍的樣態。專家說，只有在極乾燥或者極寒的情況下，才有可能形成乾屍。然而當地天氣高溫潮濕，在這種環境下沒有腐爛，就很不科學。專家猜測可能是做了防腐處理，卻被家人一口否定了。
還說奶奶有個特別的習慣，那就是吃齋，一吃就堅持了50年，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而且当地村民都說奶奶為人善良，做了一輩子好事，這可能就是一種福報吧。奶奶的事在當地廣為流傳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都想要一睹真容，還認為她家的井水是回魂湯，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好像閉上眼就能看見天堂。至於究竟是什麼原因，專家最後也沒有給出解釋。在這個小區開窗戶必須要戴上帽子，還要在規定時間內關好窗戶，拉上窗簾，接着在陽台外再放上幾隻小老鼠。只因這小區外面有個怪東西，小區住戶每次開窗前都很緊張，要先仔細觀察一番，然後小心翼翼地開窗。有時為了安全，他們不得不戴上帽子，但還是被什麼東西狠狠踹了一腳，帽子上都留下了重重的腳印，就好像被石頭砸到一樣。仔細一看，這東西竟然是只紅隼，凶狠中透露着一絲沙雕。小區業主都不明白它為啥會不停地攻擊大家，外面明明沒有它的身影，只要一打開窗戶，瞬間就會飛到你面前發起攻擊，根本反應不過來，有時還會懸停在空中，惡狠狠地盯着大家，好像有什麼深仇大恨一樣。專家表示，紅隼一般不會主動襲擊人類，猜測附近一定有它在意的東西。大家安裝攝像機仔細觀察，果不其然，在空調外機附近還真發現了異常，這裡面竟然有一窩小紅隼。原來紅隼媽媽把大家都當成了潛在威脅，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護孩子。就在這時，又出現了另一只紅隼，應該就是幼鳥的父親。夫妻倆分工明確，爸爸負責出門找吃的，媽媽負責小家伙們的安全。小紅隼胃口很大，每次抓來的食物都不夠吃，爸爸只能不停地出门找食物。這時專家又發現了新問題，小紅隼已經到了練習飛行的時候，卻遲遲沒有離巢，應該就是由於食物短缺，導致小紅隼長得比較慢。為了讓他們早點回歸自然，大家決定給他們營造一個安心的環境，每天規定時間內就不在陽台晾衣服了，接着還給他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。紅隼媽媽看到小老鼠，激動到不行，天上掉餡餅啊，這是一下叼走一個。果然一孕傻3年，抓到半空竟然被小老鼠掙脫了，還好憑借高超技藝在空中再次抓了回來。希望小紅隼能趕快長大，早點學會飞行，回歸自然。大白天他用一整塊黑布把燈遮了起来，接着在地上撒了一大把紅豆，讓它分散到每個角落。之所以這麼做，只因這天花板有點怪，狗狗不分晝夜地盯着天花板狂叫，叫聲充滿了恐懼，就算拿它最愛的食物也不能轉移注意力，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。這詭異現象是從1個月前開始的，當時爺爺去世了，他們參加完葬禮就搬到了這裡。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現得很反常，不分晝夜地對着天花板叫。有人說是爺爺跟到了家裡，但主人根本不相信這些，他懷疑天花板上有什麼小動物之類的，於是把熱成像探头伸到天花板上一探究竟，結果並沒有發現任何小動物，然後又懷疑是燈光導致的，接着用黑布把燈完全遮住，狗狗突然就不叫了，看來問題找到了。可還沒過2分鐘，狗狗再次叫了起來，實在沒辦法了，主人決定去樓上鄰居家看看，敲了半天都沒人開門，去物業一問，物業的回答讓人大吃一驚，樓上根本就沒有住人，這就有點詭異了。而且監控顯示，狗狗晚上叫得更厲害，身體還不停顫抖，連主人都開始懷疑是不是真的有什麼髒東西，他們是真的害怕了，於是找來了動物專家。專家觀察片刻卻笑了起來。專家說狗的聽覺十分靈敏，可以聽到人類听不到的聲音，說天花板上一定有細微的噪音。接着拿儀器一測，果然有聲音，31分貝相當於輕聲說話的音量，這種聲音人類是聽不到的，但狗就可以聽得很清楚。把聲音放大後才聽清，原來是公寓管道流水的聲音。之所以狗狗反應這麼激烈，是因為剛搬家，再加上狗狗對環境變化很敏感，才導致它不停地叫，並沒有什麼鬼魂。主人終於鬆了一口气，解決方法也很簡單，錄下這個聲音，然後調高音量，反復放給狗狗聽，期間再給它一些獎勵，慢慢矯正認知，讓它愛上這個聲音。果然經過多次脫敏訓練，狗狗不再亂叫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它是真的累了。母親在荒漠搭建帳篷，用來圈養11歲的女兒，每天強制餵食30碗米飯，如果反抗就會被母親綁起來，甚至還在食物裡添加不明液體，說是對女孩好。記者看到都大吃一驚，之所以這麼做都是因為當地有個奇葩習俗，以胖為美，這裡大部分地區都很窮，女孩基本在15歲之前就結婚了，女兒盡快出嫁，意味着少一張嘴來養活，而且只有胖女孩才能嫁出去。雖然這個女孩才11歲，連她都覺得自己就應該快速長胖，趕緊嫁出去，這才是對家庭做貢獻。母親會專門搭建一個帳篷圈養女孩，他們的口號是管住腿張開嘴，目的就是長膘。她現在體重78斤，餵養結束後要達到160斤才算合格，整個過程一般需要持續好幾個月，每天早上要先喝1盆加糖的骆駝奶，再吃摻了黃油的玉米糊。女孩需要2個小時內把所有的食物吃掉，大約攝入3000卡路里，相當於10碗米飯的熱量。這僅僅只是早餐。記者翻開雜誌，讓女孩們了解其他國家美的標準。女孩看到苗條的模特都覺得不好看，說女人應該有肚子才好看，她們都堅持認為男人喜歡胖的。記者找到當地男人求證，男人說妻子越胖，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越高。接着男人還對記者的身材評論了一番，說記者只是徒有虛表，身材不太行。很快到了午餐時間，
這頓飯他們需要再攝入4000卡路里，再加上晚餐，他們就要吃夠9000卡路里，這相當於30碗米飯的熱量。記者決定親自體驗一下，和女孩吃一樣的早餐，結果吃了1/3就吃不下了，只能出去散步消食。在採訪過程中，記者還發現了更誇張的事，在另一個增肥營裡面被餵養的女孩大多都在10歲以下，在這裡用牛奶和燕麥餵養，目的是撐大女孩的胃，為之後的餵養做準備。女孩在監視下必須要吃完，有的女孩邊吃邊吐，母親卻並不在意，甚至會在食物裡添加增肥的藥物，吃了讓人昏昏欲睡。記者看了下藥品說明，大吃一驚，這分明就是違禁品，根本就不靠譜，但市場上卻隨處可見。據了解，這種藥確實有增重效果，副作用同樣嚴重，吃死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數。即使這樣，也不能阻止女孩繼續服用。在以胖為美的毛里塔尼亞，為了滿足這種病態的審美，女孩沒有選擇的權利屬實悲哀。大媽38年沒摘下過口罩，20多年的鄰居都沒見過她的臉，都說口罩下面的臉非常恐怖，看到就會做噩夢。只有她洗臉的時候才會臨時摘掉一回，但從不照鏡子，洗完臉就要趕緊戴上，到底是有多恐怖呢？大家想讓大媽摘掉口罩也被拒絕了，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飯，也不會摘口罩，自己獨自一人在臥室吃。家人都20年沒見過她的臉了，就連女兒拍結婚照她都沒有參加，因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不僅如此，大媽走路還必須用手撐着眼皮，說這樣才能看清東西。但大媽年輕時並不是這樣的，到底發生了什麼呢？經過長時間的跟蹤拍攝，大媽也慢慢打開了心扉。原來她18歲就結婚了，婚後生下了4個孩子，但第5個孩子很不幸，出生就夭折了，這對她打擊很大。慢慢的嘴巴變得不聽使喚，舌頭也變得僵硬起來，面部不受控制的扭曲，因為害怕嚇到別人，從此就戴上了口罩。大媽鼓足勇氣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齒都掉光了，牙齦都是外翻的。醫生表示，這情況就是心理原因導致的肌強直，失去孩子的痛苦讓她悲傷過度，以至於嚴重影響到了身體健康。醫生制定了詳細的康復規劃，相信大媽的症狀會慢慢得到改善。醫生正在給兒童玩具做 CT 檢查，因為這玩具實在太怪，每到深夜就會頻頻傳來怪叫，只要靜靜的聽，就能聽到咯吱咯吱的聲音，像是有什麼東西在抓。他有次還看到女兒半夜跟玩具對話，而且女兒有很多玩具，唯獨偏愛這一個，這讓他倍感不安。一個實木玩具怎麼可能會叫呢？有時用力敲2下，他又會稍微消停一會，你就說怪不怪吧。不過凡事要講科學，節目組用話筒錄下了這個怪聲音，找到聲音分析專家，對錄下來的聲波進行了波長分析。專家說聲波間隔都不一樣，這聲音很明顯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發出來的，應該是某種生物移動時產生的聲音。主人拿着玩具又找到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說自己也没有聽過這種聲音，不像是木頭能發出來的，難不成玩具裡真的有某種生物？節目組接着把玩具帶到了醫院，幹嘛呢？上 CT 機，用科學戰勝一切妖魔鬼怪。醫生們也是第一次給玩具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終於看到一點點奇怪的地方。這個木頭邊框裡面確實有東西啊！經過反復觀察，醫生確定這就是一隻3厘米長的蟲子，而且還發現了蟲子吃木頭的痕跡。鋸開木頭後，果然一頭肥蟲出現了，詭異聲音就是蟲子吃木頭發出來的。看到這個東西，夫妻倆是想哭又想笑，原來都是他在搞鬼。大半夜，他用攝像機對着黑漆漆的廠房，接着爬上屋頂，在監控前面丟紙飛機。小伙並不奇怪，奇怪的是這台監控每天都能拍到一個神秘物體，通體白色，還帶2個小翅膀，一閃而過，速度極快。剛開始工廠保安認為是塑料袋之類的東西，但每天都能拍到就很不正常了。大家在監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沒有看到任何塑料袋。詭異的現象不斷出現，工廠另一個監控也拍到了奇怪畫面，有一束強光射在地面，就好像外星飛碟在盤旋，同時還能聽到狗在大叫，出來卻什麼都沒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監控拍到。這件事很快驚動了工廠老板娘，老板娘是個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麼飛碟之類的，讓員工用紙飛機模擬白色物體，在監控前丟出。監控顯示紙飛機全身也發着光，和剛開始拍到的物體很像。這就对了嗎？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個什麼垃圾之類的。老板娘又讓員工用強光手電模擬光束，雖然在監控上能看到強光手電形成的光暈，但和之前穩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無論怎樣模擬，都達不到之前光束效果。老板娘懷疑監控設備出了問題，找來售後檢查了半天，結果設備一切正常。大家又架起了多個攝像機，也拍到了人眼看不到的神秘光束，真的是奇怪。專家左看右看，說這束光看起來和普通的光線不一樣，光束穩定不會擴散，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，難道真的是外星飛碟？專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，還真成了未解之謎。大叔睡覺要先在枕邊放一根木棍，睡到半夜就拿木棍捅嗓子，起床後要先倒立10分鐘。不僅如此，他一天還要喝20瓶可樂，走到哪喝到哪，也不是喜歡喝，而是不得不喝。喝可樂是為了緩解身体的奇葩反應。啥反應呢？大叔已經飽受打嗝困擾8年了，隨時隨地都會打，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，這時候就必須要喝可樂，打嗝才會消停一會，但過不了多久又會重新打嗝，就連吃飯都沒辦法正常吞咽，剛吃2口就要去廁所吐掉，營養不良暴瘦了幾10斤。他們也嘗試過很多辦法，
妻子會趁他不注意猛拍後背，捏鼻子憋氣，還嘗試過喝醋。一番嘗試下來，結果看來沒什麼用。大叔還聽說過一個偏方，說喝尿很管用，於是他決定 그냥 생각만 하고 말았어요. 행복하더라고요. 这些方法裡面就屬喝可樂最管用，每次喝完都能消停半小時。出門在外沒可樂怎麼辦呢？這也難不倒他，隨便找根玉米乾就往喉嚨裡捅，利用催吐來止嗝。這個方法雖然痛苦，但效果不錯，所以晚上睡覺也要提前在枕頭旁放一個癢癢撓，一打嗝就把它塞進嘴裡。還不行的話，他會強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勉強入睡。醫院也去過了，也沒有檢查出任何病理性的原因，醫生認為是心理問題導致的。溝通下來才知道，原來8年前大叔和別人有過糾紛，當時鬧得很厲害，大叔一氣之下怒火攻心，也不知道怎麼搞的，突然就開始打嗝了，從此就沒再停下過。醫生說了很多心理學原理，我也沒聽懂，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偶發事件，觸發了一個強大的心理暗示。反正是最後在醫生的幫助下，大叔終於恢復了正常。他只是張張嘴，就把所有人嚇到花容失色，因為他天生就有個長舌頭，足足有10厘米，和朋友一對比，感覺比別人長1倍，舌頭可以輕輕鬆鬆舔到鼻子，酸奶都比別人吃得快，不借助任何工具，杯底被舔得乾乾淨淨，狗見了都流淚。之所以有這麼長的舌頭呢，一方面是遺傳，另一方面是經過他長期訓練，舌頭附近的肌肉很發達，能很好的控制舌頭。經過測量，足足有10厘米，確實挺奇葩的。比他更誇張的是下面這位大姐，她全身沒有骨頭，把手固定在凳子上，她可以圍着凳子轉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轉200度左右，她卻能輕輕鬆鬆轉360度，用圓規畫圓也能一氣呵成。不論是彈鋼琴還是開車，一隻手都游刃有餘，然而他身體其他部位卻非常僵硬，腳踝能轉動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繃直，雙手也夠不到地面。他覺得是因為自己手臂沒有關節，所以才能旋轉360度，這怎麼可能呢？來醫院一查，關節還是有的，只不過他的肩關節和肘關節活動範圍比正常人大，所以才能進行360度旋轉。他每天買菜卻從來不吃，一到家就拿出了電鑽，開始給蔬菜鑽孔，把胡蘿蔔內部掏空後，又拿出刻刀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非常小心，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術一樣，一點點調整孔洞大小。這到底是在幹嘛呢？他也不解釋，拿起做好的胡蘿蔔吹了起來。哇哦！這真的還是胡蘿蔔嗎？大家決定升級挑戰，拿來了西瓜、雞蛋和大蔥。小哥輕蔑一笑，手起刀落間就把3樣食材變成了樂器。不僅如此，什麼山藥、西葫蘆、土豆、西蘭花都能被他吹出花來。雖然做樂器難不倒他，但現在有個問題，就是樂器的保鮮時間太短了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純正了，只能打成蔬菜汁喝掉。為此每天要不停買菜，買回來就要套上保鮮膜放冰箱，來保持蔬菜的新鮮度。現在他已經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上班都要帶着一袋新鮮洋蔥，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蔥變成了樂器，把同事看得讚嘆不已。他出門隨身拿着一把剪刀，見人就盯着別人的頭髮看。他並不是理髮師，只是想要別人的一根頭髮，把頭髮固定住，接着又拿出微雕刻刀，這是要幹嘛呢？他說要在頭髮絲上刻字，這不開玩笑嗎？大叔也沒回應，自顧自的比比劃劃，隨後又給頭髮塗了一層白色的顏料，在顯微鏡下文字還真就顯現出來了，5毫米長的頭髮絲上竟然密密麻麻刻了105個字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可以在沙粒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寫一部千字文，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間要更換20多種刻刀，比硬幣小很多的鐵塊上也能刻800多個字。大叔說在頭髮上刻字很考驗人的耐性，剛開始就拿自己的頭髮練習，1年下來頭髮日漸稀疏，現在都是用別人的，和別人見面都是先看頭髮，黑長直是他的最愛，現在還開了頭髮展覽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頭髮上寫1行字，說希望以後可以在頭髮上畫一幅清明上河圖。他把一坨大便鎖在了保險箱裡，還說這大便價值100萬，裡3層外3層的打開，這不就是塊石頭嗎？但他說這是金魚的便便，名叫龍涎香，高檔香水就是用這玩意做的，比黃金還要貴10倍，拿在手上明顯比真正的石頭要輕很多，聞起來還有種雨後的泥土味。難道真的是龍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養魚場發現的，他本來以為是塊石頭，隨手扔水裡竟然飄了上來，長這麼大哪見過這情況？上網那麼一查，和網上說的龍涎香非常像，這不一夜暴富了嗎？朋友們都覺得這是真的，但村裡老人表示，他們這地方根本就沒出現過金魚，哪來的金魚大便啊？說再多都沒用。接下來直接找專家，專家說龍涎香其實是金魚體內的一種結石，非常稀有，
可能100隻金魚裡面都不一定有一個。接着對着大便一陣猛聞，還做了簡單的測驗，無論是顏色還是質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斷這可能就是龍涎香。接着對其取樣化驗，大叔滿懷期待，離財富自由越來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後，結果卻顯示這並不是龍涎香，只是一塊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寶貝瞬間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糧：“你才是我的臭寶呀！”女孩每天流出紅色的汗，即使氣溫接近0度，她卻熱得受不了，額頭上不停地滲出紅色液體。仔細一看，媽媽卻差點嚇死，從額頭到脖子再到後背都滲出了紅色液體。紅色液體分布非常不均勻，看着像汗水，但她又不敢肯定，人怎麼可能會流血汗呢？拿上毛巾，趕緊給女兒擦身體，毛巾瞬間就染成了紅色。把毛巾在水裡洗上幾下，一盆清水就變成了淡紅色。媽媽這下慌了神，好端端的女兒怎麼會突然出現這種怪異症狀？來不及多想，趕緊把女兒送到了醫院。一番檢查下來，結果卻完全出乎了預料，各項指標都很正常，沒有發現什麼病症。懸着的心稍微緩和了一下，可萬萬沒想到，當天晚上怪事又發生了。女兒突然發起了高燒，身上再次流出紅色液體，這紅色液體好像有神奇的魔力。第二天，女兒就突然好了，而且連續幾天都沒再冒出紅色液體，女兒變得很正常。媽媽觀察了一段時間，發現流血汗沒有任何規律，有時呢運動就會流，有時睡覺會流，如此反覆無常的血汗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大家帶她來到大醫院，醫生用吸管對血液取樣，送到化驗室做檢驗。沒想到啊，等待結果的同時，下面這位大爺又流出了藍色的汗。大爺每天都會流出藍色的汗，衣服上經常出現一片藍色印記，把衣服泡在水裡，清水瞬間就變成了淡藍色。剛開始呢，妻子也沒有多想，覺得8成是丈夫不小心染上了藍色墨水，但她萬萬沒想到，接下來的事不僅沒完，反而變本加厲。第二天，丈夫換下來的衣服上又出現了藍色印記，接連幾天都是如此，甚至床單上也開始出現藍色印記。更奇怪的是，印記都出現在腋下部位，老兩口徹底懵了，這藍色印記到底是什麼東西？大媽越想越奇怪，忍不住呢就聞了聞，哎，什麼味兒都沒有，難道是去外面晾衣服的時候被別人弄上去的？仔細想想也不合理啊，不可能每次都弄在腋下啊，難道真的是丈夫流出了藍色的汗？大爺還說最近在吃一種降血壓的藥，懷疑是藥物導致的藍汗現象。隨後我們陪同大爺去了同一家醫院，醫生表示藥物中不存在使汗液變藍的成分。接着也對大爺流出的藍色液體做了採樣化驗，同時小女孩的化驗結果也出來了，結果顯示2個人流出來的還真是汗液。醫生判斷他們的汗腺出了問題，導致了一種叫色汗症的症狀。一旦汗腺功能失調，再加上細菌入侵，汗液就会在細菌的作用下導致變色。至於顏色有紅色和藍色的區別，可能和細菌不同有關。醫生表示色汗症對人體不會造成太大傷害，隨着汗腺功能恢復正常，色汗症的情況也會隨之消失。他把生牛肉當面膜，整張臉貼滿了新鮮牛肉，血水還不停地滴下來，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費，直接吃掉。邊吃呢還邊笑，還說敷完後皮膚光滑有彈性。更誇張的是，敷完面膜後他竟然用大骨湯洗臉，還必須用熬了12小時的牛骨湯。他說自己是乾性皮膚，骨湯裡有滿滿的膠原蛋白，對皮膚很好。最急的人是他妹妹，認為姐姐38歲的年紀看起來像18歲，容易引來非議。而且由於常年吃生肉，去醫院檢查後還發現身體竟發生了一個奇怪的變化，但他卻並不在意，反而變本加厲，讓記者也試一試牛肉面膜。從袋裡拿出新鮮牛肉就往記者臉上塗，邊塗呢還邊問記者敢不敢動。記者嚇得直接不敢動，不一會兒記者臉上都被覆滿了生肉，靜靜躺在沙發上感受效果。看到不停滲出來的血水，他卻忍不住流口水，敷完後直接扯下一塊塞進嘴裡，還說口感非常滑嫩爽口。他還推薦記者嘗一下，記者含着生肉遲遲不敢吃下去，他每天都要去買新鮮的生肉，檢查是否新鮮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。店主露出了關懷智障的眼神，他卻並不在意別人的看法，確認新鮮後直接買了一大袋，回家後簡單調個蘸料就可以開吃了。因為吃着也很費錢，他沒事就去餐廳打工，這樣還可以順便吃點餐桌上的剩肉。老闆看到後也不敢說什麼，畢竟敢吃生肉也是個狠人。等發工之後，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顧客，在自己的打工店繼續買生肉吃。雖然吃的是烤肉，但從來用不到烤盤。他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萬塊，然而一頓就吃了8萬塊的生肉。這天他遇到了另一個喜歡吃生肉的人，兩人來到一肉店開始了比拼。大媽拿起一片生豬肉，蘸點醬油就開造。大媽表示吃生肉還沒怕過誰，兩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盤豬肉。接下來兩人準備吃活魚，簡單處理一下，抱起來就啃，一口下去還會爆漿。不一會兒整條魚只剩下了骨頭，兩人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，還約好以後要經常出來一起吃。但這樣生吃真的健康嗎？最後大家還是帶他來醫院檢查，結果在他腸道裡發現了一條長達1米的豬肉絛蟲，醫生及時為他進行了驅蟲，還告誡他為了健康千萬不要繼續生吃了。這個山洞會流血，暗紅色的液體瞬間就會把整個湖面染紅，
水面聞起來還帶着一股血腥味兒。這種現象每月都會持續好幾天。更神奇的是，即使在寒冬臘月，湖水竟然是溫熱的。當時就有人猜測，洞裡可能藏着某種大型的生物，是這種生物流血了。這一琢磨，馬上就有年齡大的村民想起了當地一個傳說，說是在很久以前當地大旱，老百姓都快渴死了。有一個叫李昂的教書先生在洞前找到了一眼神拳，用它救活了当地的老百姓。從那以後，李昂就化身成了一條龍，居住在洞裡。而每當有災難來臨，就會流出血淚。在山洞旁邊的神龍雕像，據說就是用來紀念李昂的。雖然在以前，村民對傳說都是半信半疑，畢竟呢，在這裡生活了大半輩子，從沒人見過真龍。可眼下看到跟血一樣的湖水，說不定洞裡真有一條龍存在，搞不好啊，還是一條母龍。就在大伙浮想聯翩的時候，現場又發生了一件更加驚人的事，洞裡竟然傳來了小孩的哭聲，這讓村民倍感不安，都認為要有災難來臨。不少人還在雕像前誠心跪拜，祈求神龍息怒。說來也奇怪，祭拜的人多了以後，血水就突然消失了，而且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，也沒听說哪裡發生過大災。不過呢，還是有人不相信洞裡有龍，他們還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，進洞裡一探究竟。隨着船漸漸靠近洞口，水的顏色也越來越深，慢慢就變成了深紅色。越往裡走，心裡越發毛，一路上小心翼翼，生怕驚動了怪物，但真是怕什麼來什麼。他們剛進入洞穴深處，就看到水面上突然閃過一個黑色影子，兩人嚇得落荒而逃。不久後，洞穴裡再次流出血水，關於洞穴的流言又傳開了，不少人言之凿凿，說這洞穴裡肯定有龍。眼看這事越來越離譜，當地政府看不下去了，請來了地質專家。說來也怪，專家來了之後，他居然就不流血了，沒有血水，只能先檢測一下湖水。檢測結果顯示，湖水中的鐵離子含量異常高。專家認為，雖然湖水是從這洞裡流出來的，那就要去洞裡找原因。於是專家一行人坐船進入洞穴。隨着他們不斷深入，專家發現有一塊岩壁的顏色明顯發紅，與其他岩壁一對比，那就更顯眼了。用手在這塊岩壁上輕輕戳了戳，竟然把岩壁上的紅色物質戳了下來，而把紅色物質放入水中，清水立刻就变成了血水。專家研究了半天，說這個紅色物質就是氧化鐵，俗稱鐵鏽，這就是形成血水的真正原因。原來在洞穴附近有很多鐵礦，當地下水流過，就會把鐵一起帶走。一旦進入水中的鐵鏽增多，它就會出現流血水的奇觀，而水中的血腥味兒，其實呢就是鐵鏽的味道。大媽肚子裡竟然長了一朵花，花瓣清晰可見，甚至還有花粉，每次上廁所都伴有陣陣花香。連工作50年的醫生都沒想到，這竟然是由於一件小事造成的。大媽說最近肚子經常伴有一股鑽心的疼痛，感覺有什麼東西正在肚子裡生長。來醫院通過胃鏡一看，果然發現了異常。剛開始呢以為是未消化的生菜葉，但隨着檢查的深入，發現問題並不簡單。一朵完整的花呈現在眼前，花瓣花蕊清晰可見。檢查的過程中還脫落了一片花瓣，可以肯定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，看着就像在胃壁上長出來的，而且胃壁上還發现了幾個奇怪的白點，還真有點像花朵的根莖，但胃裡怎麼可能開花呢？正常來說，即使花朵偶然進入體內，很快就會被胃液消化掉。醫生百思不得其解，接着詢問了大媽最近的飲食習慣。大媽說為了過年回家相親，最近呢在努力減肥，只喝了大量的水，沒事的時候就去修剪鮮花。然後我們就在花籃裡找到了同款花朵，大小一模一樣。我們懷疑她不小心吃下了花蕾，在胃裡正好開了花，但想想呢也不太可能。大媽還說自己修剪花朵的時候不斷打噴嚏。這時呢醫生想到了另一種可能，醫生說如果噴嚏碰巧打落了花朵，花朵就有可能掉進水杯裡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。正是因為喝了大量的水，胃液被稀釋，不足以腐蚀花朵，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。為了驗證這一猜測，醫生還做了測試，讓實驗對象喝了大量的水，隨後吞下幾朵花，接着來做胃鏡檢查。胃鏡裡果然看到了一片花瓣，繼續深入檢查，但始終沒有看到其他的花瓣，像大媽一樣保存完整的屬實罕見。醫生表示，一定是多種因素綜合在一起，才導致了這種巧合。這個小區地面溫度高達83度，新鮮樹葉只過了2分鐘就被烘乾了，輕輕一捏就成了粉末，蚂蟻爬過直接烤焦，連雞蛋都能煎熟。奇怪的是，周圍都不熱，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發熱。其實等到太陽下山，這一塊地方依然是熱浪逼人。小區居民議論紛紛，有人說是漏電導致的，還有人說是天然氣洩漏引起的。隨後大家找來電工師傅檢查了半天，結果呢並沒有漏電。很快天然氣公司的人也來了，他們拿出探頭在地上掃了半天，也沒有檢測到洩漏的天然氣。小區居民看着這一塊發燙的地面，心裡頭更加不踏實。大家決定挖開地面，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找來了幾個工人又開挖，可是沒想到越往下挖溫度越高，還伴隨着陣陣白煙。再一看溫度計，都已經到100度往上了。看到這反常的一幕，有人大喊火山要爆發了。一聽這話，幾個工人嚇壞了，說啥呢也不肯往下繼續挖，還把已經挖開的坑趕緊填上了。
但火山爆發和這相差時代太遠，屬實不太靠譜。又有人說會不會要地震了？一聽這說法，整個小區是人心惶惶，有人還鬧着要搬家。物業趕緊請了幾位專家來調查真相。一番調研之後，專家懷疑是放射性元素裂變造成的。這句話讓所有人大驚失色，專家趕緊拿出儀器一通檢測，還好沒有檢測到任何放射性元素。為了找出真相，專家說還得繼續往下挖。但隨着坑越刨越深，又一個令人驚訝的情況出現了。挖到大概1米深的時候，突然出現了一灘積水，緊接着本來一直冒熱氣的坑慢慢就涼了下來，白煙呢一下子也不見了，連各位專家也是一臉懵。专家們商議片刻，說還得繼續挖。為了加快進度，大家又請來了專業的鑽探队，工人们搭起鑽探架，把一根长长的磚頭打進了地裡，這一下去就挖上來很多黃土。鑽探結果表明，小區地下的土層非常鬆軟。這時專家一拍腦袋，說應該是地熱導致的這種現象。專家認為在小區地下幾千米處有着一些很細小的地下裂縫，地球內部的熱量通過縫隙順着鬆軟的土層跑到了地面，就造成了地面發熱的現象。至於挖掘過程中發熱現象突然消失，是因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漿，這些泥漿在不知不覺中就把這些缝隙給堵住了，地熱也就被隔開了，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復到了正常溫度。